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 李安，你醒过来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怎么会在医院？你在家里晕倒了，是我们把你带过来的。我的 baby 还好吗？医生说你流产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不要这样。医生说，现在你身体很虚弱，最重要的是要好好休养。 都是你们害的，是你们害死我的 baby， 是你们。关我们什么事啊？是你自己没有把身体照顾好，你还来怪我们？我求你带我去看医生。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？ 为什么？李安，你不要这样，小心你身体。你给我滚！小心滚！好，滚！你们滚！滚！哇，安哥万，你要结婚了？新娘是谁？我这把年纪了，结什么婚啦？我是帮我儿子还有保佑看的啦。啊，他们要结婚了没？是没那么快啦，不过我先帮他们看看啦。啊，只要他们两个一点头就可以马上结婚啦。哎，年轻人，你帮我看一下啦，哪一个配套会比较好啦？他们才在一起多久？你急什么？啊，阿后都几岁人啦，我怎么可能会不急啦？也对了，他已经不是像我这种小鲜肉的年龄了。不过结婚啊，不可以随随便便的，不然很容易离婚的。你就让他们顺其自然啦。顺其自然前几天他才跟我说了，要等他拿奖才会和保佑结婚啊，等他拿奖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啊？也对了，我认识他那么久啊，从来没有听过他得过什么奖哎。我看你这杯媳妇茶应该是喝不了了。对啊，所以我才那么烦恼了。各位，你今天遇到我，真的是很幸运。你想要他们早点结婚 ，right？ 对啊。啊，你这个人真的很贱呢。哇，两个那么开心在吃饭呢。哎，老爸，你回来啦！哎，我没买你的份哎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这么多我们怎么吃得完？安哥，我们一起吃。真的不用了，我在外面吃饱了啊，你们慢慢吃，哎，慢慢吃。哦。啊，老爸，你这样看着我们我们哪里有胃口啊？请你回避一下可以吗？哦，其实是有话想跟你们说了。肯定不是好事。哎，保佑啊，我问你你觉得我们这个家怎么样？当然是超级无敌好啦！这个家是我 No.1 设计的宝贝，你说是不是？
还不错。我觉得室内设计很前卫啊，我喜欢。哦，喜欢哦。哎，那哎，等一下，你不是要保佑帮我们卖房子吧？啊，不是啦，我是想问宝佑哈，要不要搬进来跟我们一起住啦？啊，反正哦，你们结婚后他还是要搬进来的嘛，所以哦，就想问问他要不要先搬进来体验一下新的婚姻生活啦？啊，你觉得这样啊好不好啦？老爸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你起码也应该先跟我说一声嘛。我现在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见鬼了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！你要我们赶快生米煮成熟饭，然后可以马上结婚，对不对？哎，生孩子哦是你们两个的事，我控制不来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要先得奖才可以结婚啊！你静静不要出声了。啊，宝佑哈，你觉得我这样的安排好不好啦？宝佑有自己的家啊，他想住哪里是他的自由，你不准逼人家。其实我觉得早一点搬进来住也有好处，这样我才可以知道我们两个生活上有什么地方是需要磨合的嘛。如果我搬进来住，你 OK 吗？我当然 OK 啊，哎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为了应付他才答应的。当然没有，我是要看你会不会欺负我，还有我们生活上会有什么摩擦。我肯定不会欺负你，也肯定不会有摩擦，因为我事事都会以你为先。你那么笃。公安，你帮我作证啊！好，没问题啦。哎，那我们哦就这样说定了哦。哎，吃饭，啊，菜都凉了啦。你这几天好好休息，如果有什么事要，你尽管告诉我。不需要你假好心。哎，静静好心接你出院，你不谢他就算了，你还讲他？是，你们都是大好人，只有我一个人该死。我没那么说。你明明这么想。是你自己说的。好啦，你不要再跟他吵了。明明是他自己有问题啊，还来怪我们。是，全都是我的问题，都是我的错。李色丢，我之前跟你提过的补贴你10%的 offer， 你考虑好了吗？我和我太太讨论过，她还是觉得太贵了。其实我补贴你10%后，价钱算是很合理了。未来很有可能会 en bloc， 所以这栋公寓的升值几率是很高的。你为什么那么积极推销这间屋子，还愿意补贴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老实告诉你吧，其实屋主是我母亲。坦白说，一开始我还以为你要利用我来洗黑钱。你母亲知道你这么做吗？她需要一笔钱来周转。她这个人呢，很爱面子，又固执，不要我帮忙，坚持要自己卖房子来筹钱。这样吧，我补贴你13%好了，反正你这么喜欢那套房子，就当做是做件好事。看着你这么孝顺，那好吧。谢谢你愿意帮我这个大忙。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 ！Andy 把那个20% 的屋子卖出去了。真的有人买啊？对咯，不懂谁那么笨啊！还有更劲爆的，你们懂那个 seller 是谁吗？谁？是 Andy 的妈妈哎。哦，
就是说他为了要帮自己的妈妈才会推高房价的啊。对，他肯定是用什么肮脏的手段骗买家上当。咦，你说对不对？好，你这么喜欢打听啊，你继续帮我打听这间房子买卖的来龙去脉，我这里呢就想办法去了解情况。Yes， 请问你是屋主吗？是啊，我是直喜一家的房屋经纪马丽敏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卖房子？我有客户想找这一区的屋子。对不起，我房子刚刚卖掉。我的客户可以出更高的价钱。你客户还可以出更高？30%以上都没问题。来，进来谈谈，这边请。我的客户是很有诚意的，价钱方面可以商量。不知道你心目中最理想的售价是什么？马丽敏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想做什么？哦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哦，你是屋主的agent。这间房子是我负责的，不用你多管闲事。注意一下你的态度。对不起，是我教子无方。原来你们是母子啊？没事的，我跟 Andy 很熟的。我刚好呢有客户想买这里的房子，我就上来问问。不好意思，这间房子已经卖了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啊，原来是我迟了一步，真可惜。我们大家都是同行，不需要搞这么多小动作的。如果你有诚意想要跟我合作，我是随时欢迎的。那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上一次看的那间店屋，你满意吗？如果不满意，是不是要请丽敏再找过呢？其实我挺喜欢的，地点好，而且楼上很适合做脱口秀。雨柔啊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你在担心什么？那你想想，如果一场脱口秀可以坐满50个人，每一个人的入场费20块钱，也就是说每一场脱口秀我们只能够收到1000块。假设我们一个月开8场的话，那就只能够收8000，扣掉演员演出的车马费，我们就剩4000。初步估计，可费每一个月的基本开销要4万，也就是说我们饮食部分的营收每个月至少要36000块，才不会亏钱呢。原来你是担心这些啊？我这几天认真的想了想，经营一家脱口秀cafe真的要很多钱。你先不要那么悲观，一开始不赚钱是很正常的，我们可以边做边改善，只要有了名气，收入自然就会增加的。可是你是大股东，我不想害你亏损那么多钱，我会过意不去的。既然我愿意拿钱出来，就代表我是不会介意的。最重要呢是你可以实现梦想。我的梦想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！只有实现梦想，你才会真正的开心。我希望看到你开心。你不要想那么多啦，只要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就不是问题。雨柔啊，你真的对我很好，好到我都没办法回报了。你不需要回报，你也对我很好啊。其实2个人在一起是不用计较谁付出的比较多的。哦，我是说2个人一起创业，你不要误会哦。没有啊，没有误会。买给你的午餐还可以吗？这么好心买午餐给我啊，一定是有事情要帮忙。真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一件事让我很困扰。什么事啊？是关于雨柔的。她无条件帮我，出钱又出力，还不介意亏钱。我要拒绝她也不是，不拒绝也不是。有人对你这么好，应该感到幸福才对啊。压力很大才是真的。我这辈子已经欠你很多了，我不想再欠另一个女人了。那就以身相许吧。啊？你认真啊？坦白说，你觉得雨柔怎么样？她的性格和我蛮相似的，我们有时候也挺有默契的，有些话不用明说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那你跟她相处觉得怎么样？感觉不错。那就对了，你就应该考虑跟她在一起。老实说，感情的事我不敢想太多，我都不擅长经营婚姻关系，有过一次教训还不够吗？你是不是想多了？郝建，我们的人生已经来到下半场了，时间会越来越少，你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纠结？
可是雨柔各方面都比我强。如果你是雨柔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没用啊？感情不是用这些来衡量的。你应该很庆幸，你这把年纪还能碰到这么好的女人。如果你因为自卑而拒绝了她，我觉得对她才是最大的伤害。我这里有一些客户，你尽快联络他们。如果你还想冲业绩第1名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做到他们的生意。可以，我现在马上联络。好。妈，你不是说半个小时后才到吗？怎么？我不可以早一点来吗？可以，我担心我在忙嘛。我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，如果你在忙，我肯定会等的。没事，我刚好忙完了。只不过是个买卖房子的经纪，又不是医生，或者是教授，不要真的觉得自己很重要，一直把忙挂在嘴边。阿姨你好，我是任品。你好，你们还有事要谈吗？没了。那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我想早一点到，我在门口等你。我把车开过来啊。蛋糕呢？我知道你不喜欢吃甜，每一年买蛋糕都吃不完，所以我在想今年就不买了。你越来越自以为是了。今天是你哥的生日，怎么可以没有蛋糕呢？你哥最喜欢吃的是奶油蛋糕。好，那我明年一定会记得买的。叫你做一点小事，你都做不好，一点都不像你哥。你哥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如果他还在，现在一定有非凡的成就。以前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多大麻烦，多大困难，你哥都会帮我解决。有他在，我一定会过得比现在好。妈，我知道哥走了你很难过，可是这些年来我已经尽心尽力的弥补了。我一直在帮你，一直在照顾你，让你过得更舒心。我做了这么多，难道你看不见吗？怎么？你很委屈吗？你别忘了，当年是你害死你哥的，所以不管你做的再多，我也不可能原谅你的。哥走了，难道我不难过吗？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在责怪我，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你难过。当年你哥发生意外，需要紧急医治肝脏，你人在哪里？当时我在国外谈生意，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就马上赶回来了。你不用找借口了，对你来说，赚钱比你哥的命还重要。你根本是故意害死你哥的。好，没错，是我故意害死他的，我就是故意害死，让你引以为荣的大儿子。你这样满意了吧？来，你先坐下。你干嘛突然间带我来这里啊？这里头装了花茶，还有水果、菊桂、菜头桂，你试试看。你干嘛准备这些啊？我想让你一边看表演一边吃东西。哦，你是要我体验脱口秀咖啡厅的感觉是吗？算是吧。啊，准备好咯，表演要开始咯。
好。我是郝建，是一位中年装修佬。在世俗的眼光里，我这一位装修公司的老板，表面看起来很光鲜，其实我是人生的大输家。我在这个离婚比结婚还流行的年代，只有这一点，我没有输给别人。我一直很没有自信，一直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。可是有一个人告诉过我，我的人生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的。结果，真的有好事发生了。我真的收到一份美好的礼物。可是，因为我很没有自信，我怀疑自己没资格收下它，甚至觉得很想把它丢掉，不配拥有它。不过，幸好我没有，不然你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雨柔，那份美好的礼物就是你，因为你太好了，我怕自己配不上你。虽然我很害怕，可是我更不想错过你，所以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鼓起勇气，好好珍惜你。我已经决定接受你这份美好的礼物了，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接受我这个礼物呢？